大家好，我是玩天气的玩具分享。那么今天的话呢，再跟大家聊聊眼前这一款最近的新品啊。那么天尊世代的13天元里面之一的无常天。那么这个无常天的话呢，说白了，包括早期的话呢，我是对这13天元根本就是压根儿都不知道啊，因为我本人是电影入坑的，到后面的话呢，慢慢补了补记忆，然后现在呢才去收一些以前的这些就是老人物或者说就是经典线，然后来补齐这些记忆上面这些人物空缺啊。那么呢，刚好13天这个系列出呢，我也就算是补一补这老13天，其实老的是应该是12天元啊，擎天柱的话呢算是最后新加上去的，那么就也算借这个系列补一补这些老成员啊。那么眼前这款无常天的话呢，我大概去查了一下它的这个资料啊，就是无常天的话是主管这个生命延续的这么一个领袖啊，它跟别人的这个发展路径还不是太一样。然后尤其呢，它有一个余烬之石啊，是可以赋予这个赛博坦上面这些这些机器人呢是能够赋予生命的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挺牛逼的一点啊。包括在地火上面也有反映出来，然后地火那个余烬之石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然后呢，玩具的话呢，整体的造型的话就特别像以前那种大贤者或者是祭祀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看它的胳膊这块这个位置，你看它这边这个零件就特别像以前那种祭祀的那种衣服啊，或者是那种教皇或者是那种教士穿那种袍子，哎，这个袖子这块会耷拉下来一块。然后你看，包括它的腿部这一块周围的这些。你管它叫触手也罢，或者叫裙摆也罢啊，这个造型就是那种大裙摆的样子，特别的像那种学士或者是教会的那种服装的那种装饰感觉啊，非常非常的像。然后人物的话呢，整个头部是一个特大的一个透明件啊，有光的话呢，能明显看到它的眼睛是有透光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余烬之石的话呢，这个玩具也是有配啊，那毕竟是这个无常天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神器啊。那么正常的话呢，就是在它后背这个驾驶舱内侧，然后呢，你要取出来的话呢，用手去顶住它胸口这块这个透明的这个零件，这就是余烬之石的一个凸起的这么一个插槽啊，就是它的一个凸起的一个点，正好是在这儿，对应它这个内侧的凹槽这块，你一顶就可以给它顶出来。然后这时候我们将这个舱盖盖上，然后在舱盖顶部呢也有个凹槽，你可以将余烬之石插在这儿啊。不过这个的话呢，载具形态下会更好一些，亦或者你反向插到胸口，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看的。再就是我们非常正常的给它插在手上，然后呢把一只手背到后面，这样子做一个展示也是不错的。其次的话呢，它腰间的这两个触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根部的话呢是有一个旋转关节，是可以进行360度旋转的。然后呢，其次还有一个平转的这么一个关节，你可以借助这块这个触手啊，然后把它翻到前面来，中间它刚好也有一个凹槽，我们就可以把余烬之石呢插在它的触手上，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无常天呢整个双手解放，然后用触手呢去握住这个余烬之石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配件呢，就是无常天唯一的一个配件，就是它的余烬之石，它没有任何的武器啊。OK， 那么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再把余烬之石呢重新给它收纳回去即可啊。那么依旧是用它的凸对应胸口这个凹，这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你盲插啊，怼到底，凸和凹一结合好，怼到底，盖子一盖，那么这样子我们的余烬之石就给它收纳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来看它的可动。可动这一块的话呢，头部抬头，幅度还蛮大，低头可以，左右的偏头呢也是可以做出来的。然后就是唯一可惜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左右的转头啊，这个幅度是受到它领子的这个限制啊，所以说实际的头部旋转的这个范围并不是特别的大。肩膀这块呢，正常侧平举没问题。其次有一节变形关节啊，你在介入上的话呢，它的胳膊向上抬的幅度是会大很多。其次的话呢，手肘的旋转是在这里360度没问题，手肘弯折呢标准90度没问题，拳头的话呢360没啥问题啊。然后它这里面像是有卡位点似的，你每转到一个角度的话呢，它会有个很明显好像能卡住的这种感觉啊。至少我手上是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的有买过的朋友是不是这样。然后腰间这一块的话呢，360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腿部这一块它是有腿的哈，这个当时我最早在看关图时，我一度以为就是它只是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就把它撑到这就行了，没想到它还真有腿，这是我是真没想到。然后腿部的话呢，前踢的幅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裙甲往上多抬点啊，
前踢没问题，正常的一个平踢。后踢的话呢，我们把这些裙甲也全部给它拿开。后踢的话呢，它最主要受限于它腿后面这个凸点和这块这个喀瑟这个零件啊，所以说呢，稍微差一点点这个小距离啊，它就能做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后平踢了啊。然后侧踢的话呢，稍微有点斜向上啊，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腿部的大腿根旋转呢是在这块啊，36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膝关节的弯折呢也是一个标准的90度。脚底板的话呢有一个骨折式接地啊，相当大的一个内侧接地。然后脚底板的话它往前是没有可动的，但是往后是有一节可动。OK，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无长天的一个人形形态下的可动也就简单的看到这儿了。它也算是应该出到现在的话，近期为止，除了这个谁我看赛天骄啊以外，它是第二个手部没有这个加可动的这么一个天元了啊。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说完这些，我们就来看它的变形。变形的话呢，首先呢，个人还是喜欢从它的下半身开始变啊。然后呢，它的下半身变形呢这一块的话呢，算是挺有意思的。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要把它的这些裙甲啊，先给它翻开，这样子方便于大家进行一个观看啊，把这些触手啊啥全部都打开。翻开之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来处理它的一个腿部变形。腿部这一块的话呢，首先第一步，我们把它的小腿后面这个面板给它抠一下，往上翻。然后前面还记得我在介绍可动的时候说过，大腿后面这块有个凸，小腿后面这个面板这块有个凹槽，凸和凹做一个结合，这块首先就结合住了。其次呢，另一侧我们也是把小腿肚子后面这块这个绿色零件翻起来，然后大腿根这块这个凸起，大家可以看到吧，这儿的这个透明凸对应它这个面板上面这个凹槽往上翻，直接从侧面下边往上翻起来，然后凸和凹这块做一个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一个小腿肚这块的变形就完成了。然后这时候呢，变形大家切记啊，始终要保证腿是水平的，不要斜向上斜向下。而且你第一步在变完这个步骤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小腿肚后面这块有一个造型件，可以看到这个圆弧它刚好契合到它后屁股这块这个螺丝孔外围的这个圆圈，这么一个造型啊。你扣好之后，两个腿只要稍微并住点，它这个腿就不会上下乱动了，这样子就不影响后面的变形。所以说第一步建议的话呢，还是先变腿的后侧。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是需要借助它内侧的双动关节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转轴，这是一个转轴，借助这双动关节把它往上推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它腿内侧这块，它这块呢有一个向下尖出来，然后前面凸出来，就特地凸出来这么一块绿色的这么一个零件啊。就是大家可以我们来数一下，这是1、2、3，它这不是内侧有3道杠吗？第3个杠，然后往前多出来的这片这个绿色的这个零件，刚好它卡的是哪儿呢？是裆部，它一左一右各有这么一个凹槽。当我们借助双动关节呢，把这个腿往上推起来的时候，大家看到没？第3格前面多出来的这点这个透明件刚刚好就卡到它这一侧的凹槽当中，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只需要顺势往上推，然后将这个凸卡进这个凹槽当中，看到没？一侧就算变形完成了。然后呢，脚底板直接往下这么轻轻一放，那么一边的腿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另一侧的话呢，我们也是如法炮制啊。那么借助它的双动关节，一段在这儿，二段在这儿，借助这个双动关节往上推，然后呢，推上来之后，依旧是1、2、3，第3段，这个内侧的里面有3道杠嘛，第3道杠前面凸出来的这块这个小绿色片插到它这个裆部这块的凹槽，然后呢，我们给它往下一怼，插进去，插完之后呢，再将脚底板往下一放就 OK 了。你从侧面看的话呢，变形完成的这个腿面呢，它是斜向上的，从腿裆根这个位置是斜着向上的，然后两个脚呢都是斜向后这么翘起来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但是看大腿根和它这个膝盖这块呢，整体一定是要平的，这样子就变形对了。对了之后呢，下一步我们的裙甲正面的裙甲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和这儿有2个凹槽，对应的刚好就是小腿面板上面这边一边各有凸起，然后呢，你这会儿只管把凸和凹翻下来做一个结合就好，因为它这个腿面整个这一块的这个也就是前裙甲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软胶，两边包括后面都是软胶，所以说你放心扣没问题。后面的话呢，就是对应小腿肚后方有2个凸，对应它这块
一边各有一个凹槽，然后呢我们给它卡进去 OK， 然后最后两边的裙摆再这么一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飞船的一个后半截其实就已经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么剩下的话呢，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把飞机头还有呢整个上半部分我们给它编出来就行了。腰间这两个零件你就这么给它放着就行啊。首先胳膊这一块呢，我们是需要旋转的。正常的话呢，我们胳膊是冲下的，胳膊根部向上旋转，180度向上旋转。这时候呢，在原本的腋下这块你会看到这有一个凹槽对应，这边有一个凸起，我们将这个地方给它扣过来。然后呢另一侧呢，我们也是将胳膊先放下来之后呢，借助根部的旋转关节向上旋转180度，然后呢再将这个凹槽和这边的凸起给它扣进来，然后头部适当调整一下。这时候呢手臂侧面这个原本衣服造型件这个位置呢，这个零件啊，我们给它拔出来。然后拔的时候呢注意啊，它这个我这边这个根部有点松，一使劲就容易掉啊。然后呢它也是个双动关节，拔出来之后呢，从后给它往前放过来。然后那么另一侧呢也是同理啊，晃一晃，先把这个卡位点给它松开。最主要的卡位点就是这儿的小凸和这块的小凹槽，然后我们松开之后给它往上翻折完成之后，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借助这儿两段关节给它向内靠，然后靠的同时呢，刚好它手臂这块有这么一个弧度的位置，去契合驾驶舱前端这个尖尖的这个小拐角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吗？这块是契合住了。另一侧也是同理。然后呢，我们从驾驶舱这个位置来看，借助胳膊360度横向旋转的关节给它转一下，然后呢将有紫色和这个箭头的位置全部转到驾驶舱这一侧，然后再借助胳膊两段的这个旋转关节向内推过来，然后这时候你就能看到中间凸凹，那么很简单了啊。那么我们只需要将之间的所有的凸和凹的结合我们给它卡住，给它卡住，然后呢一点一点给它密合上，然后呢再将腰两侧的这个小触手呢你随意给它放置一下。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无长天大鱿鱼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载具形态，基本上就是大功告成了。在这个载具形态下呢，其实我算是漏了一步啊。其实你应该将这个腰再给它旋转一下，将原本人物的腿面呢跟它的这个驾驶舱，也就是人形的后背这个转到一面上，这样子呢风格就更加统一一些了啊。OK，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算是整体变形完了。其实你看，你把它立起来的话，整体的样子就是个大鱿鱼的一个形象嘛啊。然后呢，这边还有大鱿鱼的两个大触手，然后呢搭来在旁边，然后就这样子呼哧，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生物形态啊，根本没有所谓的就是任何的机械形态或者载具形态的样子，更偏生物一些啊。不过呢，我觉得也更加符合无常天个人的这个介绍，或者说更符合他的这个人物身份啊。因为鱿鱼的话呢，本身就是一次性产很多的卵啊，但是也是有这种繁育生命的这个意义啊在里面的。所以说把它设计成鱿鱼的话呢，其实个人倒也不反感啊，就是这俩触手感觉其实挺出戏的啊，确实挺出戏。OK， 以后大家谁馋了想吃铁板鱿鱼啊，真的就是无常天走起啊，直接无常天烤鱿鱼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不过的话呢，这个玩具啊，个人感觉的话呢，怎么说，亮点不算特别的多啊，尤其这个手部变形真的就是挺敷衍，而且这个人物的头雕就直接藏在这儿。但是的话，怎么说呢，这个颜色确实是挺吸睛的啊，尤其这个腿部这一个大块的透明件加这个软胶，看的还是蛮咋呼，挺咋呼的哦，这个样子。个人来说的话呢，还是蛮喜欢的啊。不过呢，这个角色呢，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如果你对13天没啥兴趣的话呢，无常天包括整个系列，其实你是没必要去收的。然后呢，你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角色，或者说收上1、2个就完事了啊，也没必要去全追啊。这个玩具呢，我就给一个算是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评价吧。有兴趣就搞，没兴趣就算啊。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呢，我们就到这结束了，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